邱长老，话不能说的这么绝嘛。我看那几个卡了瓶颈的小家伙吃之后都突破了，那是透支生命。宗主不信丹道1000年的传承，未经炼制的草木皆有毒性，这是常识。他江诺何德何能，能打破常识？那依邱长老的意思，立刻查封杂役锋，将江诺及其党羽拿下问罪，毁去所有妖职。否则丹鼎阁即日起无限期封炉，逍遥宗上下3万弟子的丹药恭敬，请宗主另请高明。哟，挺热闹啊，这是集体要饭呢。妖女，你还敢来这神圣之地？我不来怎么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？老头儿，你说我的菜有毒？那是妖物，不是菜。你自己种不出来就说别人是妖法，我那是施防胶水正经种出来的。倒是你们把好好的草药扔进炉子里烧成灰，搓成泥丸子卖高价，那才叫暴殄天物吧？你放肆！黄口小儿竟敢侮辱丹道！邱长老，数据不会骗人。过去3天，商盟的反馈显示，服用了杂役锋产品的弟子无一人出现不良反应，反倒是吃了你们清心丹的，有好几个拉肚子。那是排毒。哦，原来拉肚子叫排毒，那吃我们的萝卜突破境界叫什么？叫回光返照。宗主，若他不除，我丹鼎阁绝不复工。邱老头，你不就是怕我的菜抢了你的生意吗？哼，满口铜臭！老夫维护的是丹道正统。既然你说你的正统，我的野路子，那咱们就比比呗。你想怎么比？下个月不是有什么9宗丹道大会吗？你们丹鼎阁不是每年都要去显摆吗？我也去。你去？你会炼丹吗？你有丹火吗？你懂药理吗？我不懂炼丹，但我懂种地。我们就比比，是你炼出来的丹药厉害，还是我种出来的原生态厉害？如果我输了，杂役锋就地解散，我任凭你处置。但如果你输了，我不可能输。如果你输了，丹鼎阁以后见了我杂役锋的人得绕道走，而且你要把你那口所谓的镇阁宝炉送给我家大黄当饭盆。狂妄！好，既然你要找死，老夫就成全你。宗主作证，下月丹道大会，我丹鼎阁与杂役锋一决高下，既分胜负，也决生死。准了。下月15 9宗丹道大会见分晓。哼，小丫头，珍惜你剩下的日子吧。在丹道大会上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四师兄，那老头刚才说的镇阁宝炉是金的吗？大黄最近刚好缺个磨牙的。那是天阶法宝，不过如果是用来磨牙，硬度应该够了。神级种植术，终于要离开宗门大阵的保护范围了吗？小师妹，这回玩脱了。丹道大会不是斗兽，那是邱老头的地盘，评委是他的人，规则是他定的，连比赛用的火炭都是丹鼎阁特供。你拿什么赢？拿头赢。还有命。四师兄，咱们封的地是不是快种满了？啊，是啊，但这和赌名有什么关系？地不够种就得开荒。我看丹鼎阁那几座山头就不错，向阳、通风，适合种花椒和朝天椒。你是想收购是丹鼎阁？既然他们不让我好好种地，我就把他们的地都种了，到时候规矩就是我们说了算。这步棋走出去可就回不了头了。以前别人只当你是运气好的村姑，这次之后你就是9宗公敌，怕不怕？师傅，在老家的时候，村长爷爷教过我一个道理：如果有人想掀你的饭桌，最好的办法不是护着碗，而是先一步把桌子掀了，再把那人的头摁进饭桶里。好，好一个掀桌子！既然徒弟有这志气，做师傅的也不能太寒碜。这次丹道大会，我陪你走一遭。去！怎么了，老铁？感冒了？没，感觉咱家那个小兔崽子好像在外面搞什么大动静，那股子要把天捅破的劲儿，像我。像你就完了。诺诺那是去建设美好新农村的。怎么了？小师妹，有人刚刚并记的消息，邱鹤龄以除魔卫道的名义发布了丹阁绝杀令，凡能取你项上人头者。啊？赏多少？100万下品灵石。
外加1颗5品延寿丹。这老东西是把丹顶阁的老底都掏出来了吧？这是真不想让你活到下个月比赛啊！小师妹，别怕，只要不出宗门大阵。不是，我好歹也是养活了一封人，种出了起死回生草的农场主，脑袋就值100万，才100万，看不起谁呢？江师妹是吧？奉邱长老令，特来通知一声，从今日起，宗门内务堂暂停对杂役蜂供应一切灵芝肥料，包括也不限于灵土、兽骨粉以及各类催生液。邱长老说了，既然你们杂役蜂想在丹道大会上露脸，那肯定有过人的本事。这点小小的资源调配，想必难不倒你们吧？就这事儿，没肥料，你这些破苗子不出3天就得死绝，到时候别说参赛，你们能不能吃上饭都是问题。大黄，送客。小师妹，这回真麻烦了。我扫听了一圈，别说宗门内部，就连山下的黑市，所有能用的灵肥都被丹顶阁高价收走了。这片地虽然被我用稀土改良过，但架不住种的可东西太猛，那些叶片边缘已经开始泛黄，那是缺肥的信号，市面上买不到。这帮炼丹的太有钱了，溢价3倍操购，谁还敢卖给咱们？唉，那就只能自力更生了。自力更生？小师妹，那是肥料，不是路边的野菜，要有灵力的。咱们蜂除了石头就是草，拿什么？小师妹，你不会是想……在老家的时候，村长说过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这可是纯天然、无公坏、高浓度的顶级氮磷钾啊！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是有身份的狗。别浪费，咱们蜂现在正是困难时期，作为家庭成员，你得有奉献精神。四师兄，去后山扫点落叶来，最好是那种腐烂的差不多的。大黄吃的是极品灵石，啃的是天阶法宝，进的好，出的能差吗？拉出来的可是香街边的屎啊！成了，这肥力绝对够劲。小师妹，咱们这是要种地，还是要灭门啊？这叫发酵的味道，是丰收的前奏。邱长老既然断了咱们的粮，那咱们就请他们闻闻这一山的香。这效果，这哪里是肥料，这是金加拉成精啊！我就说嘛，庄稼全靠粪当家，你看他们吃的多开心。别喂了，撑死了！小师妹，你在煮什么？空气里有一股让我想把昨天的晚饭都吐出来的味道。我在施肥啊，大师兄，你看长得多好。施肥？你这是在炼制什么绝世毒蛊吧？这味道，连我的护体罡气都防不住。那是自然，这可是大黄亲情赞助的，肥力那叫个地道。别提我的名字，丢不起这人。杂役蜂江诺何在？有人举报你们违规排放有毒气体，涉嫌危害宗门安全，还不速速开启大阵，接受检查！你们竟敢！碰瓷？不，我觉得他是真的不行了。袭击戒律堂副堂主，这罪名要是坐实了，咱们得赔多少钱？唉，这体质也太差了。城里人就是娇气，闻点农家肥都能晕过去。大黄，去打桶水来，先把人泼醒。咱们可是正经种地的，别真给人熏出个好歹来。还要我去救这个来找茬的？谁暗算本座？醒啦！大黄去打的水还是热乎的。江诺，钱不宽，
公然在宗门内释放毒气，袭击戒律堂副堂主，这是死罪！哎呦，沈堂主，什么毒气？那是咱们杂役峰搞农业生产必须要用的有机肥，施肥还犯法吗？施肥？刚才玉寿峰那边传讯说护山神兽都口吐白沫。沈大人，这味道是大了一点，但效果好啊！您看，这不也是为了给宗门创收吗？创收个屁！制造恶臭，扰乱公共秩序，袭击执法人员，还有一共23000下品灵石，现结少一个子儿，我就封了你们这破山头，把你们全都赶出去！村口王大爷卖一头猪也才几百个铜板，这城里的罚单怎么比抢劫还快？沈黑脸，我们杂役峰穷得好起来都得含着泪走，哪来的钱？没钱就拿人抵债，或者把地契交出来。没钱，地契也没有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这是刚才那片枯苗。都说了是施肥嘛。沈大人，罚款能不能缓几天？实在不行拿这个抵。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？自家种的，没打药，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那可是神肥催出来的头叉啊！这一口下去得多少灵石？沈大人，味道如何？抵那2万罚钻够不够？虽然不足以完全抵消罪过，但念在你们是初犯，且确实有悔改表现，这次罚单就算了，但下不为例。若再有这种毒气扰民的事，绝不轻饶。明日送2个到戒律堂，本座要拿去化验成分，看看有没有违禁。吓死我了！还好这老小子识货。不过小师妹，这萝卜效果这么好，刚才那是便宜他了，那一根萝卜至少能卖5万。大黄的肥料劲儿太大，这才半天就熟透了，咱们几个人根本吃不完，再不收就要老了。卖啊！这品质，咱们卖给内门那些冤大头，绝对发财。刚才那姓沈的虽然走了，但丹顶阁那边的封锁还在，采购部不收咱们的货，任务大头也不挂咱们的单子，怎么卖？逍遥宗内的正规交易渠道都被各方垄断了。谁说非要走正局的？既然他们不收，那我们就去摆地摊，只要东西好，还怕没人抢？大师兄，带上你的锅和刀，咱们去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一点小小的美食震撼。就这儿了，风水宝地。喂，小师妹，你们这是过家家呢，赶紧收摊回家吧，别在这丢逍遥宗的脸了。这位师兄话别说太满，待会儿闻着味儿了，记得排队。大师兄，起赠。通体晶莹如白玉的银萝卜，处理一下。起。这要是砍在人身上，怕是连护体灵光都来不及反应就被骗成刺身了。有点意思，我就说今天怎么总闻到一股穷酸味儿，原来是杂役峰之前断供肥料的事儿没能整死帮这帮人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还能弄出东西来卖，而且卖的还是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吃食。求指示。虽说杂役峰经费紧张，不至也沦落到这种地步吧？大力萝卜汤，你们该不会是想用这种凡人的泔水来赚同门师兄弟的血汗钱吧？邱指示要是买不起，可以去那边排队领救济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这种充满了杂质的食物，吃一口就会在体内郁结成毒，不仅无益，反而会毁了你们的根基。正好今日路过，我也带了一些刚出炉的回春丹。这批丹药品质极佳，只卖100灵石一颗，吃了不仅疗伤，还能精进修为，这才是修士该用的东西。这就是修真界的傲慢，宁愿花大价钱吃那些充满了丹毒的药丸，也不愿意相信一口纯净的食材。别急，火候还没到。什么味道？那是灵气浓郁到极致产生的化形异象，哪怕是3品丹药，也从未出现过这种异象。汤好了，谁刚才说这是洗锅水来着？麻烦让让，别耽误识货的人排队。雕虫小技，不过是加了些迷幻心智的香料罢了，莫要被这妖术迷了眼。没人敢喝，那可惜了。大师兄，
这第一锅汤火候正好，要不咱们自己分了吧？我们是找铁柱，听说他接了猎杀铁背狼的任务，看来是栽了。就可是回春丹能不能便宜点？我只有这些了。哼，101颗概不深浅，你这点钱连买废丹都不够。哪怕是毒药，至少能在死前做个饱死鬼。给我1万。我就说是毒药！江诺，你竟敢公然在交易区售卖毒物，残害同门！我突破了，困了我3年的瓶颈破了。真的假的？张铁洞，你是托儿吧？托你大爷！老子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！再来1碗，僵尸妹，我要再来1碗！总不能先来后到，我先排队的，我出20令士，买僵尸血！我是你13多年的义父义母的亲弟弟啊！给口汤喝吧！这不可能，一定是透支潜力的邪术。身为炼丹师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个弟子此刻生命力旺盛的吓人，哪有一点透支的样子？排队，都给我排队！那个要不头伸进来的，你是想把自己炖了吗？每人限购1碗，不许打包，这锅不够了，后面的人别排。邱执事，看来大家还是更喜欢这种乡野气息。您的回春丹还是留着自己补补吧。我看您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上火啦？好，很好，好手段。但这逍遥宗是有规矩的地方，既然是做生意，那就得按生意的规矩来，无证经营，扰乱市场。我看你这摊子能摆多久？大师兄，收摊，回家数钱。今晚给大黄加个鸡腿，刚才那一嗓子吼得不错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执法队办事。刘管事，就是他，不仅在这公然售卖不明液体，还聚众闹事，打压同门。好大的胆子！哪个疯的？谁批准你在这摆摊的？这位管事，我这只是卖点早饭，赚的辛苦钱贴补家用，还需要特批吗？早饭？刚才那个弟子喝了你的汤，当场连破2级，这分明就是药效极强的丹液。那是萝卜汤，萝卜本来就补气，他自己身体好突破了，难道我还要负责帮他压制修为吗？哼，还敢狡辩！你售卖不明药物，涉嫌危害宗门安全，把那口锅还有那个袋子，统统交出来！趴下！不能打，这里是宗门重地，如果大黄动手伤人，那就是纵兽行凶，到时候别说钱保不住，搞不好还得赔付巨额医药费，甚至被赶出宗门。怎么还想放狗咬人？罪加一等！来人，把这狗也给我抓回去！疑似疯狗，需做人道处理。大师兄，别动。行，你们说规矩，那就按规矩，我不摆了。既然是违禁品，钱必须充公。刚才那些零食是大家自愿给的食材费，不是药费。既然你们说这里不能卖早饭，那我回我自己的山头吃，总不犯法吧？好，算你识相，以后别让我在交易区看到你，否则见一次砸一次。江诺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有些生意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的。行啊，本来我也觉得路边摊配不上我的神级食材。你们把客人都赶走了，那我只能在家里把门开大点，让他们自己求着上门了。小师妹，怎么会来这么早？不是说要卖到晚上吗？不卖了，被人赶回来了。这里放灶台，这里放桌子，还得搞个排队区。三师兄，把你的木头都拿出来，我要建修真界最大的食堂。就在这儿，不需要太复杂，重点是大，一定要大。多大？能装下1000人吃饭那种，还要通风好，光线足，最好进门就能看见后厨的大锅，让大家闻着味儿就走不动道。1000人，小师妹，咱全宗门加起来也就3000多号人，除去闭关的、外出历练的、地谷不吃饭的，撑死了1500。你这是要把整个逍遥宗都装进去？做生意要有前瞻性嘛。四师兄，这些钱当你入股，负责帮我算账和采购佐料，怎么样？
既然师妹这么有诚意，那师兄就勉为其难帮你管管账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亏了，这本金可不退。亏不了。三师兄，这是我画的设计图，你看看能不能做？懂了，动线循环全自动流转，这是机关食堂啊！我就画了个大棚子和几张桌子，没问题，半个时辰。啥？半个时辰出图纸？建好。起，去。那是三师兄从禁区边缘偷偷砍回来的铁力神木，现在居然被拿来盖餐馆。上梁。好了，有点赶，粗糙了些。这叫粗糙？这要是放在前世，高低得拿个普利茨克奖。进去看看。适应不同种族，有的师兄体型大，有的小。绝了！三师兄，你这简直是人体工学大师啊！这样省人手，不用跑堂的。这就是修仙界的生产力吗？这哪里是食堂？这分明就是一座精密的工业流水线。硬件齐活了，四师兄，接下来看你的了。这招牌怎么挂？是不是太狂了点儿？咱这才刚起步，容易招打。做生意不狂怎么让人记住？再说，就凭师妹你能让人原地突破的萝卜汤，这名字不仅不狂，还谦虚了。既然丹顶阁说我们无证经营，那是他们眼瞎。现在我们有店面，有招牌，我看谁还敢说这是路边摊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正式开业。菜单我都想好了，除了萝卜汤，再加上红烧肉、清炒小白菜，主食就上那个灵米饭。价格呢？这萝卜汤怎么也得卖个50令食一碗，比起回春丹还是便宜了一半，绝对有人抢。不行，50太贵了。师妹，你那是神药，50我都嫌亏本。哼，我们现在是被封锁状态，邱鹤林肯定会想办法阻挠客流。我们要的是流量，只要人进来了，吃了第一口上瘾了，以后涨价不就是我们说了就卖10令食？疯了！那一锅汤光是耗费的灵气都不止这个数，还有大黄的肥料成本呢。不仅是传单，还是优惠券。我去把这些撒遍外门和内门必经之路，上面就写万界第一大食堂开业大酬银，凭此券全场菜品前3天半价。万事俱备，只欠客源。邱鹤林不是说只有丹药才是正统吗？明天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民以食为天。地里的萝卜够不够？那头刚抓回来的蛮猪肉质怎么样？姐，大师兄，这一手庖丁解牛用来切猪肉，简直是降维打击。肉质尚可，就是土腥味重了点，只能多放点大料压一压。四师兄，人来了吗？急什么？让香气再飘一会儿。铁柱，你确定没骗我？5块零食就能吃到堪比回春丹的东西？就是，我这月拱方就剩10块了，要是被坑了，我跟你没完。哎呀，你们去了就知道了，你们闻这味儿。欢迎光临万界第一大食堂，开业大酬公，凭券半价。今日特供红烧铁背蛮猪肉、清饺翡翠白菜、神力大萝卜汤。红烧肉原价30，现价15；萝卜汤原价10块，现价5块。师兄，你们这是做慈善？概不先账，只收限零食，要吃赶紧，后面还有人排队呢。我要1份红烧肉，再加1碗汤。好嘞，红烧肉1份，汤1碗，收你20零食。进去找座，等着。爽！突破了，没有单独，一点杂质都没有，全是纯粹的气血之力。我要1份，我也要。别急，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大师兄，红烧肉不够了，再切1头猪。30个传送到速度调快点，3号桌催饭了。大黄不准偷吃肉，那是给客人的。这一顿饭卖的钱，
够买多少根骨头啊？这白菜里竟然有木灵气！我修炼木系功法3年了，还没这一盘白菜补得多。这个没了！师兄，我刚拍到啊，能不能再做点补充装备价钱？规矩就是规矩，明日请早。什么叫降维打击？在这个把辟谷当高尚、把丹药当主食的世界里，用最原始的口腹之欲，这就是无解的阳谋。四师兄，算账。除去成本，净赚这个数。这只是开始，消息传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10块零食，他们这是在砸我的饭碗！四师兄，咱是不是定价太低了？第一，这叫渗透定价法。现在的价格只是为了培养用户习惯，后面咱们再推至尊 VIP 套餐。是周通师兄，那个卡在炼气圆满30年的老倒霉蛋。听说他寿元将近，再不济就要老死了。他也来吃饭。一份红烧肉，听说这能补气血。3号桌。是了。孽畜，休想乱我道心，给我破！入鸡了，卡了30年的瓶颈，吃了一盘肉就破了。恭喜突破，不过咱们得算算账，100年铁木桌1张，加上这地板的磨损费，50亿灵石。多谢江师妹再造之恩，别说50灵石，以后这条命就是砸一封的。只是听说那个周通吃了砸一封的一盘肉，筑基了。筑基？一盘猪肉能让人筑基？哼！原本以为只是个不知死活的小丫头，没想到还真成了气候。通知赵龙他们几个，既然他们喜欢开店，那就找几个人去给他们捧捧场。我就不信这砸一封还能无法无天了不成？吃饭？哼！明天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店家，这就是那什么万界第1大食堂，也不怎么样嘛，破破烂烂的。吃饭排队，损毁公物照价赔偿，裂了3块砖，加上人工费10块灵石。这小丫头片子跟我谈赔偿，少废话！给爷上一桌最好的席面，要是做的不好吃，爷拆了你这破店。先付钱后上菜，这是规矩。在外门，老子就是规矩，让你上你就上。钱师兄来了，恭贺食客破坏桌椅，扰乱经营秩序，赔偿金已经涨到100灵石了。大家快看，这店里的菜不干净，这么大一只石伯虫，吃了可是要死人的。黑店居然给同门吃这种毒物，兄弟们给我砸！为了大伙的安全，这种害人的店不能留。等等，怎么想毁尸灭迹？2阶腐骨虫，肉质有点柴，口感应该也是苦的。这种劣质食材能不能别往我们的精品菜里扔，会串味的。你找死！谁？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，不是斗兽场。放开龙哥！没规矩。我是受人指使的，是丹顶阁，别杀我！谁指使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地板、这桌子，还有刚才被你吓跑的客人。这笔账我赔，我储物袋里有500灵石，都给你，求求你们放我下来！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、品牌名誉受损费，某个零，刚好500。滚！下次再敢在店里喧哗，缝的可就不只是嘴了。好，以后谁还敢说砸一封好欺负？20界威武！最后加2盘肉，这店要让我账了。以后谁敢来闹事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只是那个绣花的女人太邪门了，那是元婴期才有的手段吧？咱们外门什么时候藏了这种怪物？去请戒律堂沈副堂主，就说有人在宗门内私设堂靠，聚众斗殴，致使多名弟子重伤。
谁是负责人？我是。你们要是来吃饭的，请去后面取号；要是来找事儿的，刚才那波人的赔偿款还没付清，你们也要排队。牙尖嘴利，可惜本座既不是来吃饭，也不是来赔钱的。接弟子举报，杂役峰涉嫌使用违中毒物。堂主，只要不涉及魔道功法与违禁丹药，戒律堂无权干涉。我们卖的是自家种的萝卜白菜，怎么就成了违中毒物？自主清泉的前提是安全。刚才送去丹顶阁救治的赵龙等人，体内有诡异的灵力残留。邱执事怀疑是你们的食物中，你还要狡辩吗？所有食客立刻放下碗筷离开，谁敢逗留视为同谋，扣除当月宗门贡献点。看来并没有人愿意为你们作证。封，能不能等一下？哼，还要负隅顽抗？封门可以，但是后厨那锅十全大补萝卜排汤火候正好到了9成9，要是现在火一断，这汤就废了。唉，那里面放了3根100年份的大白萝卜，还有从后山打来的野猪排骨，到了是要遭天谴的。各位师兄大老远跑一趟，肯定也饿了。既然这店要封，不如我请大家喝了再封，这是我作为同门师妹的一点心意。哼，你以为一碗汤就能贿赂执法队？简直是笑话！我戒律堂弟子铁面无私，早已体会贪这点口腹之欲。大师哥，仙锅盖师兄们不吃，那就倒了吧，只能给大黄加餐了。好。队长，这味道好像真没毒。真的不喝吗？这可是为了去火气特意炖的。我看各位师兄肝火都挺旺的，喝一碗对身体好。这位师兄，我看你脸色发青，应该是前段时间受过寒伤吧？这汤里加了溧阳草的根须，专治寒毒。我只是尝一口，不要钱，就当是帮我试毒了，行不行？你们不是说我有毒吗？验证一下总没错吧？住手！作为队长，我有义务身先士卒。这种试毒的危险工作，本座亲自来。沈堂主，汤喝完了，还要添吗？经本座亲自试毒，此汤虽无剧毒，但灵力狂暴，普通弟子未必能承受。沈堂主，这一碗至尊龙骨汤按市价折算至少50下品灵石，给您打个折，收你5块不过分吧？记账还是现结？队长，您试毒试饱了，兄弟们还饿着呢。真的很抱歉，精炖的汤菜那是最后1份。不过要是你们不嫌弃的话，还有1桶刚出锅的乱炖，那是准备给大黄，给看家护院的灵兽做晚饭的。卖相不太好，都是些边角料混在一起煮的。这是狗食？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辟谷丹算什么？土吗？各位师兄要是嫌弃，不嫌弃。师妹，给我来一勺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不用欠人情，帮我把门口的地扫了就行。我的腿不疼了，3年了，丹顶阁的术法都没治好的旧伤，居然好了。沈堂主，这个虽然卖相不好，但真的很补，你要不要再来点？下不为例。这不可能，哪怕是丹顶阁的3品破障丹，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的效果。这杂役峰到底在菜里放了什么？完了，大黄回来要闹了，还得给他重新煮。全队听令，经查，杂役峰大食堂食品安全合格，且具有显著的疗伤固本之效。所谓的举报纯属子虚乌有。队长英明！闭嘴！吃完了就干活。没听见江老板说吗？不想欠人情就把地扫了，把桌子擦了。沈堂主，既然误会解除了，那这罚款……罚款照交，臭气扰民是事实，这是规矩。不过，能不能给我办张那个什么会员卡，以后不用排队的那种？好说好说，至尊 VIP 卡给您打8折，只要您以后常来指导工作。报！慌什么？沈之贵是不是已经贴封条了？不是啊，执事，沈阎王他带着执法队在杂役峰吃上了，还帮着江豆擦桌子扫地。什么？沈之贵疯了吗？他不想在戒律堂干了？听说有个中了3年寒毒的弟子，吃了一口那边的剩饭，当场就好了。现在外面都在传杂役峰的剩饭比咱们的回春丹还管用。既然你们这么会种地，
那我就让你们的地变得寸草不生。挤什么挤？没看见这里划线了吗？那个穿红衣服的，别以为你是剑锋的就能插队。凭什么？执法队了不起啊？你们怎么不排队？看见没？咱们执法队昨晚可是跟杂役风签了安保互助条约的。沈堂主，您里面请。2楼雅座给您留好了。今天早点是紫气东来粥，姜师妹特意给您留了大份。本座只是来视察工作。钱师弟，这秩序还得加强啊！万一发生踩踏，我戒律堂脸。是，沈堂主说的是。都排好队，不要挤。大师兄，萝卜不够了，再去地下拔100根。二师姐，盘子呢？怎么全是缺口的？三师兄，桌子塌了，快去修一下。那桌客人是体修，太沉了。小师妹，这也太疯狂了！我感觉我在剑锋练剑10年都没这2天切的菜多。我是剑修转修厨，但也算个雅人吧。这种流水线式的切菜，让我有一种沦为伙夫的错觉，到心都快切碎了。大师兄，刚才有个弟子吃了你的萝卜片，当场突破到了炼气4层。他们都说，大师兄你的一锅汤就能救几10个人，在你手里，这把刀是用来救命的。是啊，谁规定大刀只能在剑尖上？谁规定救人必须用丹药？小师妹说的对，既然是为了救人，那就切个痛快。小红，火大点儿。上菜。是。打烊了，打烊了，明天赶早。那个抱桌子腿不撒手的，再不做扣你学分了啊！发财了！今日净利润38000下品灵石，多少？我做1年的机关傀儡也卖不到这个数啊！这还只是开始，今天光是至尊 VIP 卡就办出去了50张，而且刚才丹顶阁那边的线人传来消息，邱鹤龄今天的丹药铺子全天营业额是0。邱老鬼这回怕是要气得吐血3升了。有钱了，明天可以买更好的种子，给大黄盖个金窝，给小红买梧桐木搭架子。对了，还要把那块荒地也开垦出来。大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没吃饱？笑吧，尽情的笑吧。等明天太阳升起，你们就会发现，所谓的丰收不过是绝望的开始。沈堂主，味道如何？要是觉得咸辣，我让大师兄下次少放点盐。本座决定，戒律堂将对杂役风大食堂进行驻点监管，任何想要闹事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挑衅戒律堂。是。沈堂主英明，戒律堂万岁！姜是直，但作为交换，这伙食标准得跟上。沈堂主大义，有执法队做，咱们这小店蓬荜生辉啊！但是这么多执法兄弟要吃饭，这开销……怎么？我戒律堂给你看场子，你还要收钱？非也非也，看场子是公务，吃饭是私务，公私分明嘛。不过考虑到沈堂主的面子，我们可以推出一种什么模式？至尊执法 VIP， 持卡者不用排队，拥有专属包厢，菜品8折，且每月底结账，绝对保护隐私。不用排队，月底结账，最重要的是保护隐私。要知道，堂副堂主天天来杂役风蹭饭，传出去还是有点不好听的。此卡甚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那个，刚才那种汤，以后每天给我留1罐，记账上。好嘞，沈堂主慢走。个10百千万，四师兄，你的算盘是不是坏了？怎么可能这么多？这么多亮晶晶的石头，要是换成肉包子，够大黄吃几辈子啊！今日流水，净利润39000，我卖1年的机关傀儡，也就是这个数，而且还得看那些客户的脸色，改图纸改到吐血。这就是垄断的力量。等口碑发酵出去，明天的收入只会更多。别吃，那是买种子的钱。姜师妹，抓到一个探子。探子？咦，这人好像是丹顶阁专门负责给邱鹤龄扇扇子的童子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来偷情报的，我是来买外卖的。买外卖穿夜行衣？还不是因为阁主下了禁令，我们丹顶阁的几个师兄闻着味儿实在受不了了，又不敢公然来买，只好凑钱让我强肉这1盒罗顿牛腩。可是我们凑了3瓶回气丹才换来的零食啊！放了他吧，顺便送他2根葱，回去告诉你们邱长老，要是想吃，让他自己来办卡，我给他99折。这39000拿出1半作为公积金，剩下的
翻红。赚钱固然重要，但如果要把师兄累坏了，那这钱赚的还有什么意思？不行，不能只靠大师兄一个人，我们得升级。升什么级？我们要搞自动化，就像我在村里喂猪那样，得有个流水线。明天开始，我们要优化后厨。好主意，只要能提高出餐率，要什么设备尽管说，咱们现在不差钱。起来，给我起来训练！那是2阶妖兽的后腿肉，花了我5块零食，你平日里不是最爱吃吗？兽潮暴动了！这成何体统？堂堂灵兽，竟是借来之食！这位长老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俗话说得好，众生平等，吃饭积极。您家这狮子有些消化不良，吃点萝卜叶子通通气，正好。胡说八道！我御兽里的灵兽，吃泔水突破了。陈慧，这顿加餐50零食，看在是第1次的份上，没收你们服务费。出杂一峰大食堂午餐号一个，只要30零食。不要了。哎呦，是李师兄，您不是早已辟谷3年了吗？那萝卜汤是为了稳固道心，这是修行，你懂什么？宗主，这太不像话了！全宗上下都无心修炼，整日惦记着一口吃的，简直是在乱我宗门道心啊！乱？我倒觉得这几百年来，咱们逍遥宗从未像这样往日里死气沉沉。现在呢，为了抢个号，竟然学会了团结协作。可是丹鼎阁那边反应很大，邱阁主已经砸了3套茶具了。邱鹤林霸道太久了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丹太贵则无路。江诺这丫头是条鲶鱼，把这潭死水搅浑了，或许是好事。只要不出大乱子，随他去闹。3天才卖出去5瓶回气丹。师傅，杂一峰的萝卜汤喝完回气速度比咱们的1阶回气丹还要快2成，而且还没有单独。放屁！萝卜就是萝卜，怎么可能比得上我丹鼎阁千锤百炼的灵丹？再这样下去，下个月的宗门资源分配，丹鼎阁就要垫底了。好个江诺，好个杂一峰，去把那个东西拿出来。师傅，你是说那个？可是那是祭……闭嘴！让你去就去，做得干净点。明天开始，要在东边再开垦30亩地，专门种小白菜。南边那块地留给大黄，他最近有点便秘，得多吃点南瓜。没事，小师妹，我还能切，再来5000。不行，已经彻底跟不上宗门那群恶狼的需求了。如果为了赚钱把师兄累垮了，那这钱赚的还有什么意义？钱师啊？兄，怎么了？又没零钱了？别数了，把今天的利润都拿出来。干嘛？这可是血汗钱。我们要搞大事。明天一早，我要找3师兄，我们要让这个厨房动起来。我要让机关术和厨道结合，把这杂一峰变成一座真正的全自动化的食物工厂。作为曾经逍遥宗剑道天赋最高的大师兄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，自己那双用来握寒霜剑的手会因为切菜而甚至无法握紧拳头，仿佛在说：可惜了，那个精彩别异的陆师兄，如今真的成了一个伙夫。这就是我的道吗？为了几块灵石，为了给一群外门弟子做饭，荒废了剑道，透支了金丹本源，这真的值得吗？是小师妹。别动，大师兄，你的围裙乱了。师妹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但我现在连剑都握不稳了。我想帮师门赚钱，可我好像只会切菜。大师兄，你觉得丹鼎阁的邱老头厉害吗？他是3品丹师，在南荒9宗里地位君崇。那他的丹药好吃吗？丹药哪有好吃的？且有丹毒，吃多了经脉会痛。在我的老家，大家都说，能让人把饭吃下去，吃得开心，吃完还不难受的人才是大本事。
邱老头的丹药是把人的身体当成坏掉锄头去修补，敲敲打打总会有裂痕。但大师兄你的菜，你是把灵气变成了最好消化的样子喂给他们，这是只有这一届最厉害的药师才能做到的事，比那个只会炸炉的邱老头强10000倍。这是常识，但在小师妹的眼里，这个罗氏尊姬是反过来的，能让人吃饱吃好吃的长生才是大道。没错，丹药是修补，而饮食是滋养。我的道不是杀伐，是滋养。师妹，谢谢你帮我系围裙。嘿嘿，一家人客气什么？既然想通了，那咱们就把剩下的活干完。不用那么麻烦。这就完了？这是艺术啊！完了，师妹，你刚才说要搞个自动流水线，既然要搞，那就搞个大的。光有刀工还不够，咱们还需要火，最好的火。别睡了，从今天起，你是二厨。我们要让整个逍遥宗知道，什么才叫真正的炼丹。既然他们说我们是旁门左道，那我就用这把刀切出一条通天大道来。明天大食堂20版本正式上线，邱老头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师妹，他好像不太乐意。他说他在休产假，让堂堂焚天不死凤去当生火的火厨，这简直是对神兽尊严的降维打击。不愿意就算了，本来还说只要今晚加班，这块暖手宝就归他了。不要吗？那我扔给大黄磨牙了。这只鸡的节操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灵活。那就开始吧，大师兄，第一批是大骨汤，得把那些硬邦邦的妖兽骨头里的髓油全逼出来。点火，好火！以前炖汤最大的问题就是火力不足，但现在有了这霸道的凤火。起！这就是大师兄领悟的厨道炼丹术：以锅为炉，以勺为铲，以火为煤。加水。成了？还没，这才刚开始。撤火。开锅吗？好喝，这比吃人参果还带劲。这里面蕴含了凤凰涅槃的一子一丝道，如果长期服用，杂人这帮资质平平的肉身强度，恐怕会达到一个恐怖的地步，甚至可能会出全员体修的盛况。管他什么道运，这一碗汤卖50块零食，绝对有人抢着买。大师兄，这种效率，我们一晚上能炖多少锅？只要食材够，只要小红不罢工，3000份打底。3000份，那就是15万零食。有了这笔钱，我就能去把山腰那片黄地也开垦出来，种上更高级的饲料。怎么了？香味，刚才那的光柱还有这味道，恐怕方圆10里的狗都被我们馋醒了。看来不需要等到中午了。开门接客，排队，左边交钱，右边领号，谁敢插队，大黄就咬谁裤裆。 50灵石一碗，丹顶阁的回春刀才30灵石，你这一碗汤难道能比丹药还神？爱喝不喝，下一位。行，我就尝尝，要是没效果，我拆了你们这黑店。你要的效果，喝完再评。这也没啥。火，好纯粹的火。哟，劲儿挺大。 神汤，这是神汤啊！师妹，全满了。每人限购1碗，想喝明天请早。以往在剑锋练剑时，我也曾享受过师弟师妹们的崇拜，但那种崇拜是敬畏，是距离感。而现在，剑修杀人，厨修活人，谁高谁低？原来如此，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。这把菜刀就是我的道。大师兄，没事，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。师妹，收钱吧。 今晚我还能再切5000斤。师妹，按照这个速度，3天内就能把欠款还清，还能有盈余去买更好的种子。丹顶阁那边今天的散客流失率估计超过了90%。邱鹤林估计要气吐血了。不过他那种人，吃
吃了这么大的亏，肯定不会只在家里摔杯子。需要我晚上去巡逻吗？不用，大师兄你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。有些人如果不按规矩出牌，那我也早就给他准备好了惊喜。4321，4322，爽，这才叫日子。别数了，老四，过来吃肉。师妹你不懂，数钱也是一种修行。今天的流水抵得上杂役峰过去10年的总和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刚才让负责外围消息的线人去打听了，丹顶阁今天下午的丹药销量，断崖式下掉了30%，仅仅是一顿饭就能撼动丹顶阁100年的金鸡。第一阶丹药就是骗局，这就好把苹果榨成汁煮干，最后把剩下的渣子搓成丸子卖给你，还告诉你这叫浓缩精华。而我们是直接让人吃苹果，谁高谁低，傻子都知道。师妹这比喻直指大道，30%利润足够让邱鹤龄发疯了。难不成他还能咬我？他不会咬你，但他会放狗。今晚的风不太对，虽然隔得很远，但我能感觉到几股令人恶心的视线正粘在杂役峰的结界上。我知道二师姐的直觉从未出错过，文之修的是织造道，对气机的变化敏感的可怕。她说有人在看，那就一定有人在看。需要我把刚做好的自动防御箭塔架起来吗？就在山门口，一共240发毒弩，射程1000米。咱们是开食堂，别把客人吓跑了。那是防守，我还设计了一个迎宾模式，如果识别到是非敌对目标，箭塔会发射彩带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今晚大家该吃吃，该睡睡。二师姐，辛苦你盯着点外面的动静，要是真有不长眼的进来，放心，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给我念！今天又有多少不知死活的东西来退单？回禀长老，今日外门共有324名弟子申请退货，理由是他们手头紧，临时要留着去杂役峰办卡。办卡？又是办卡？这几天杂役峰那个所谓的大食堂，简直就是吸血的魔窟！是不是你们炼丹的时候偷工减料了？为什么他们说那汤的效果比丹药好10倍？见过内门刘长老。邱鹤莲，这1季度的报表我看过了，我不听解释。上个月上缴的灵石少了30%，这个月才过去一半，流水居然跌了70%。邱鹤龄，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太久了，若是下个月还不能回正常，丹顶阁明年的资源配额就砍掉一半吧。至于你，若是管不好，今日流水3600下品灵石，这还不算那些预充值的会员卡。四师兄，那咱们是不是有钱修路了？我想把山脚那段路铺平点，不然牛车走起来太颠，容易把蛋震碎。修，必须修，就算你想给那头牛镶金牙都行。大概是有些老鼠闻着味儿想来偷东西吃了。那得让大黄警醒点儿，咱家的萝卜可金贵了，一根都不能少。这味道有点上头。这是你们最后的晚餐了。绝户毒这种断子断孙的东西，也就那些名门正派的长老才拿得出手。可惜了一块好地，今晚之后怕是要变成死地了。头儿，怎么感觉刚才有一阵风？废话，山里能没风吗？赶紧寻完去大食堂排队，听说明天早上的特供是神仙粥，去晚了连汤渣都没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，警惕性低的令人发指。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，这土在呼吸，什么鬼东西？这地方不对劲，情报里只说杂役峰有个厨子刀法不错，有个女娃力气挺大，可没说这里的装甲成精了。幻术，怎么可能？绝口毒失效了！不仅没失效，反而像是变成了肥料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说好的种地呢？谁家地里种这种怪物？给我断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把毒喷回来？哪有当场就能把毒液当口水吐出来的？还吐得很精准。走开！不！完了，抽到老大了！
手，是这里的老大。大华，早啊！昨晚总觉得忘了点啥，好像施肥的时候手抖多倒了点。哇，这是变异了吗？长得也太好了吧！咦，这不是人吗？这也太拼了吧！为了偷几根萝卜，竟然在树上挂了一宿。这年头的小偷敬业程度简直让人感动。喂，醒醒，别睡了！我的修为，穿得黑漆漆的，现在的偷菜贼装备都这么专业了吗？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杂役风魔头？不对，能把一株普通豌豆养成筑基期杀手植物，这绝对是返璞归真的绝世老怪。前辈饶命，晚辈只是迷路了，误入贵庖地，绝无恶意。大半夜穿着夜行衣迷路到别人菜地里，你知道这些菜苗多金贵吗？这可是我辛辛苦苦配了发酵肥才长出来的。过来，表现不错，以后你就叫小花，专门负责看门。要是再有这种不长眼的进来偷菜，你就给我。行了，这人一看就不卫生，吃了容易闹肚子，送去戒律堂太麻烦了，直接放了那不行，偷菜成本太低。既然这么喜欢挂在树上，那就成全你。四师兄，你醒了没？来活了！怎么了，小师妹？大清早的，哟呵，绝后毒的味道，还有血腥气。师妹，你这地里是种出个祖宗啊？他叫小花，看门用的。师兄这儿有个偷菜的，好像被小花喷了点农药，废了。你看怎么弄？哼，还是个熟面孔。药监是黑市杀手榜前10才会用的玄铁令，这是来灭门的。不过既然小师妹认为是偷菜的，那就是偷菜的。师妹，最近总有些人想来蹭饭，正好缺个活招牌，杀鸡儆猴。行，我去给小花浇点水，昨晚肯定累坏了。回去告诉邱鹤林，他想玩阴的，咱们就陪他玩到底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小花是吧？来，把你昨晚的战利品叼起来。走，去山门口，把它挂在最显眼的那棵歪脖子树上。我要让全宗门人都看看，感动杂役风一草一木的下场。快点！今天的萝卜汤听说限量500碗，来了！干嘛？看到仙女了？这不是？你们看，那是个啥？啊！这是个人！这杂役风疯了吗？在山门口养妖植。那个被挂着的人是谁？看着怎么有点眼熟？那是踏云轩，这是职业杀手的装备啊！哟，这么多人，各位是来吃饭的，还是来参观咱们杂役风新景点的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偷萝卜未遂人员，为了警示后人，特此展览3天。行了，想看热闹的，每人交1块下品零食；不想看的，赶紧去食堂排队。今天的汤快没了。我的汤啊，快啊，没了！师兄，这个人还能收门票？蚊子腿也是肉。再说了，这不仅是赚钱，还是打广告。师妹，这人身上有股味儿。什么味儿？是不是小花口水太臭了？是火毒味儿，还有一股子常年浸泡在药渣子里的酸气。这种味道，整个逍遥宗只有一个地方有，丹顶阁的废丹房。这人是丹顶阁派来的？那位邱办事还真是沉不住气。偷菜我能忍，但是毁地就是生死大仇，太过分了！这是恶性商业竞争，咱们必须举报他。咱们换个更直接、更痛快的方法。鉴于该人员对我方土壤造成了不可逆的精神污染，且浪费了小花同学宝贵的消化液，现列出赔偿清单如下：小花诊养费、土壤惊吓费5万吧，总计5万下品零食。5万零食，邱执事会给吗？他会给的。这人可是筑基巅峰的死士，培养一个不容易，这就是把柄。而钱不冲最擅长的就是把把柄变现。哇，师兄你真厉害！对了，既然这人这么值钱，是不是得给小花加个餐？我看他好像还没吃饱。别真吃了，咬坏了就不值5万了。小花忍忍。
等钱到了给你买2头猪吃。钱师弟，这就没意思了吧？我那弟子昨夜练功走火入魔，这才误闯贵峰。梦游嘛，难免走错路，何必闹得这么大？梦瑶梦到穿着夜行衣，怀里还揣着剧毒瓶子，这梦做的挺专业啊。年轻人不懂事儿，喜欢瞎穿。行，咱们论论损失。5万灵石带了吗？邱执事的意思是2万，不能再多了。2万？你知道那瓶绝户毒倒下去，对我们家小花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多大伤害吗？她现在看到黑衣服就想吐酸水。既然没诚意，那就送客吧。小花，开饭了，这腊肉咱们自己留着过年。别吃！5万就5万，钱师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好说好说，师妹放人。吐出来吧。管事，这人的腿，你把他废了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他自己往小花嘴里跳的，消化液这种东西又不长眼睛。你看，50刚过1克。咱们走着瞧。慢着，送你们的。我看这人瘦的皮包骨头，拿回去炖个汤，给孩子补补，别以后出来丢人现眼，连个贼都当不明白。这萝卜我记下了。师兄，那萝卜挺好的，干嘛给他们啊？那叫诱饵，吃过咱们的东西，以后他们的嘴就刁了。这5万银石只是开始，以后丹顶阁的钱都会流到咱们口袋里。花了10年心血培养的王牌，那5万灵石本来是打算用来疏通关系、竞争阁主之位的，现在全没了。去请沈副堂主，就说我有杂役峰娘养妖物的铁证。副堂主，这腐蚀力度要是喷在人身上，护体罡气怕是跟纸糊的一样。裘鹤龄那个老东西坑我，要是贸然冲上去，那怪物受惊喷一口，自己这条命还要不要了？副堂主，如今杂役峰并未主动伤人，若是我们贸然闯入，岂不是显得我们执法不公？那咱们战略性取证，先回去查查那个受伤者的底细。如果是黑市杀手，那杂役峰是正当防卫。奇怪，今天人都哪儿去了？咱们的汤今天可是加量不加价。师妹，别看了，那帮人被小花吓破倒了，估计这几天都不敢来。四师兄，虽然赚了点钱，但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咋了？那邱老鬼都被坑得吐血了，还有谁敢来？你看啊，这么大一座峰，就小花一个保安，咱一张嘴也忙不过来啊。而且他这颜色太显眼了，要是有人趁他睡觉偷袭怎么办？就昨晚那架势，别说2个贼，就是1个连的贼来了也是送菜。那师妹你想咋办？咱们得有墙，得是那种让贼进不来出不去，甚至连看都不敢看的墙。二师姐，救命啊！家里不安全。站好，气喘匀了再说话。还有，鞋底蹭脏了第2块青砖。师傅，这回真不是我要咋呼，咱们峰现在的安保措施太简陋了。虽然有了小花，但我刚去转了一圈，发现问题很严重。什么问题？人手不够啊！小花毕竟只有1张嘴，要是被人从后面偷袭，咱们这一山的萝卜白菜还要不要了？而且那些大宗门都有护山大阵，咱们这儿4面透风的，我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。确实有问题。是吧是吧？我就说这防御太薄弱了，太丑了，根基向左倾斜了3分，叶片的分布不符合5行方位。咱们现在的重点是不是偏了？还有这花朵的朝向也完全没有考虑到采光。重点是它会吃人啊！这茎干的弯曲度也毫无美感可言。